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你的观点与看法。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吉正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另外是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介中老师。何荣，观众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 大家好。好，今天跟3位老师还有观众朋友们一同来关心的，当然就是上个礼拜记得吗？在我们录影的当下呢，发生了美国出兵委内瑞拉的事件啊。这个川普呢对委内瑞拉发动的军事行动震撼了全球，而川普的演习呢，现在似乎还不止于此啊，因为最近他又语出惊人，他说美国还需要格陵兰的震撼发言，而且呢，不只是需要，这个川普团队甚至放话说可以直接给钱，全民发钱来说服格陵兰人同意加入美国。川普的说法是这样啊，他说不管格陵兰人他们愿不愿意啊，因为呢，如果格陵兰不给美国的话，那么就会被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给占领，所以美国呢不会坐视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格陵兰政府目前回应也很清楚，他说我们不卖也不想当美国人。最新的民调也显示，有超过80%的格陵兰人不愿变成美国人。而更关键的是呢，这格陵兰不是小国，是丹麦的领土啊，丹麦又是北约的成员。如果川普对格陵兰下手的话，是不是就等同于挑战北约呢？我们来看一下川普对外的手段，最近呢都是一句话，就是呢，不吃胡萝卜呢就给你棒子吃啊。对巴拿马、委内瑞拉是经济加上军事的威胁，那么对加拿大、墨西哥呢是关税胁迫加军事威胁，现在对格陵兰则是呢金钱诱惑再加上军事力量的并吞。最近也听到了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啊，他说，请各国都必须要正视而且严肃的对待川普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那这一次呢，看到他们对于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确实也让全球都看到了川普有些话还真的必须要认真的听一听。好，那现在看到是讲到北约这个部分呢，川普跟格陵兰之间，但是又夹着北约啊。我记得上礼拜黄老师我们也特别去提到了委内瑞拉当下被川普的这个三角洲的部队这个进入之后，那么没有想到在2个多小时，这个总统就被逮了，然后呢立刻就送出委内瑞拉的境内。好，那您觉得川普接下来要怎么处理格陵兰的问题？川普对于格陵兰的这个兴趣啊，在他很早我们就讲说当选以后吧，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而且不是只有格陵兰，包括加拿大作为51州，包括巴拿马运河。那现在在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了以后，更明显的就是美国本土，另外就是拉丁美洲。对，换句话说，这种扩张型的这种可能的孤立主义确实在成型当中，它基本上跟它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同步的。那格陵兰总共只有差不多估计5.7万人。那么对于美军如果要进去接管，它本来就有美军的这个太空基地在里面。如果用强的就用豪夺的方式、直取的方式，事实上也没有，格陵兰基本上没有力量来反抗。那他就可以长驱直入。但是动用棒子不可能吧？那不用棒子的话，就用软的利诱。对，又利诱。利诱的话，你总共可以花多少钱嘛？5.7万，每个人100万美元，也不过就这些钱。对，也就这些钱。那这些钱，黄仁勋缴的所得税就可以 cover 了。不需要美国政府出钱。那么，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原则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对北约的同盟国动手那而不是经过协商。对。尤其是宗主国所谓丹麦，不同意的情况之下，当地居民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你不用谈的方式，不用缓和的方式，要采取硬的方式，能不能接受？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可以说
直接进入委内瑞拉已经破坏了很多规则了。对，然后甚至是他过去自己倡导的规则。那么现在又对自己的同盟国采取这样子的手段，那它的影响就不只是丹麦，而是整个北约、整个欧洲，甚至所有全世界跟美国号称是同盟国的或是伙伴，都会有影响。北约会坐视不管吗？北约又能怎么样？北约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已经快要束手无策了。是啊，今天如果没有美国在背后顶着撑的，北约没有办法应付俄罗斯。那你现在再加上一个挺你的人要你的地盘你愿不愿意给？我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北约、现在的欧盟基本上是被双方挤压。一个是侵略乌克兰。另外一个是自己背后最有实力的盟友要跟你要东西，你给不给？所以它是双重夹击，在美俄之间双重夹击。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目前还在喊话阶段，白宫讲的话太狠几乎没有转圜余地，算不算极限施压？最后是不是这个喊话只是他的手段之一？他最后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觉得还要一段时间酝酿。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会使得北约国家中间很多不同的意见就会越来越强烈。现在看得到北约的立场蛮坚硬的就是说，当然为了要维护这个格陵兰的主权，包括是丹麦但是会不会最后变成是北约、欧洲这一块就是摸摸鼻子认了那怎么处理格陵兰的问题呢？要看川普在将来几个月，他对这个议题兴趣会维持这么大了因为刚刚Venezuela 这个行动算是先不要讲什么规则好不好？说在美国里面是没有规则的是吧？我没有这样讲啦，你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顺利成功的行动，没有美军伤亡，有受伤的人数也不多了，而且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什么新闻说是严重的什么问题了。那么将来几个月，可能 Trump 还是会一直讲这件事情，但是进入5、6月份的时候，他就要把焦点放在其中选举。那虽然我认为目前美国选民对这个议题不是很在乎，我没有很大的意见。不管今天有什么民调说美国人是怎么看，但是真的很在乎这个议题，我觉得是目前不是很在乎。但是他开始跑来跑去，因为 Trump 非常希望做那个现场的造势大会，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他到6、7月份那个时候就开始跑来跑去，做那个每晚上2个小时，他会一直讲话，非常这方面还是非常厉害。那到时候他会一直讲 Greenland 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选民不是很在乎这个议题。那你觉得川普不会来硬的，那会来软的？那来软的话呢，他会真的让格陵兰最后变成美国的51州，还是他让格陵兰保有独立自主，可是呢就是附属于美国？无锡就是不可能。OK， 这是不可能，这个国会肯定是不支持了。就像 Puerto Rico 或关岛，这个还是要给他们特殊的status 跟地位了。但是看起来川普不会放弃，所以即使在将来几个月他一直讲，然后中间时间为其中选举暂时不讲，那到明年初没有连任的压力，也没有其中选举的压力。那或许如果这将来几个月没有处理好，那到明年初还会开始再次提这件事情。好，现在欧洲的反应我们也来看一下，欧洲这次反应很不一样就是像法国总统马克宏呢就痛批川普说这是新的帝国主义。德国总统也发话了，这施坦迈尔他用罕见严厉的语气呢批评美国正在摧毁国际秩序，也呼吁各国不要让世界成为一个强盗窝。大家也想说，欧洲这次不忍了，因为呢，这次真的是把欧洲给惹毛了。这个美国扩张的目的呢，现在瞄准了，就是刚刚讲说，欧洲盟友也被牵扯在内。川普呢，当然也说呢，他话说也得很直，他说我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思想，真的是狂言。
那美国最近内部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分裂的情况哈，当然也让格陵兰人看在眼里，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成为了美国人，会不会跟他们一样？我们要说的就是 ICE 啊，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不顾地方的反对，他们派人到明尼苏达州啊去扫荡非法移民，结果在一场事件当中就击毙了一名白人女性，那反而呢加大争议。大批的民众要 ICE 滚出去啊！外界更是担心会不会重演之前所发生过的弗洛伊德之死啊 ？Russ， 我继续请教你啊，这个事情会怎么样？会不了了之，还是？首先要为你刚刚提到法国跟德国，虽然法国总统这次讲话是比较强硬，德国总统也是讲话，也是很少见德国总统会对外交政策这样讲话。但是在德国他是 head of state， 不是 head of government， 对不对？所以他没有首相那么重要了。所以德国总统说什么其实真的是不重要。但是你只有提到欧盟、NATO 北约2个国家而已。那欧盟有27个成员国。北约除了美国之外，一共是32，所以除了美国之外，有31个会员国。那其他的国家为什么都没有说话？为什么都没有为丹麦说话？你就提到2个而已啊！你讲到重点了，其他的欧洲国家闷不吭声，大家现在都在看着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要等他们会不会赢起来，会不会真的很为他们的好朋友丹麦？你觉得会出来为他们发声吗？会，我觉得将来越会，但是会不会有实质的动作，目前真的是一个问号。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是下礼拜召回他们驻美大使，为了表达他们对美国政府不满，他们敢吗？不知道，好像目前为止真的是不敢有类似的很实质的动作，所以欧盟到底或北约国家到底会做什么？真的，目前真的是一个问号。那明尼苏达的事情呢？这个风波会不会越来越大？会，当然。你觉得会啊？会，对。川普不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要看我刚说的，要看他会不会天天讲，会不会或者因为美国其中选举先暂时放弃，目前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真的不会，川普政府真的不会放弃这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法案。用钱的，我相信你提黄仁勋出钱，因为以后改名黄 land， 你也姓黄，所以你也会很高兴，对不对？Greenland 可以改成黄 land。好，所以你应该不用签证了。你认为明尼苏达这一次的这个白人女性被枪杀的事件，这个会越来越严重？会，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本来也是。很多美国人是支持川普政府对非法移民的这些强硬的动作，也有很多人是反对，尤其是在算是一个蓝色州 Minnesota 算是 blue state 是支持民主党比较多，尤其是在 Minneapolis 这个大城市算是非常左，选民是非常，尤其之前发生过黑人被枪杀。那另外进入这个杀人案的调查，那已经有非常严重的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的分裂，因为联邦政府已经说清楚。地方检察官，我们不帮你啊，什么资料啊，我们都不配合了，所以你要对这个联邦执法院进入一个调查，我们帮不了，我们非常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少见，有州政府跟联邦政府有这么强硬的这个不同意见，所以。从这些事件也可以看到，说现在你比如说美国内部，它自己有自己非常严重的问题哈，中央跟地方，就是联邦政府跟地方政府、地方州政府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好，那格陵兰人看在眼里，除了这个格陵兰以外呢，加拿大人也看在眼里啊。现在加拿大也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地缘政治可能会出现一个关键的变化。如果美国把格陵兰拿下来以后啊，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呢会被美国从北极方面呢完全给包围。所以前加拿大驻联合国的大使叫李博，他就警告，他说川普根本不把加拿大的主权当一回事。川普先前就说过，加拿大可以变成美国的第51州。那现在加格陵兰呢？哇，现在52州。当然，这个 Russ 刚才讲说不可能啦啊。那现在加拿大军方也已经讨论要建立40万人的民防部队来因应外来威胁，而加拿大总理Mark Carney。他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在这个时间点也特别令人玩味。好，所以川普把盟友们特别包括北约的也好，现在连加拿大也好，搞的是天怒人怨。
那会不会逼使美国的盟友，聂老师觉得找新靠山，然后呢，甚至反正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就有可能转而跟中国大陆这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呢？好，现在美国真的是内忧外患。内忧刚刚讲到的这些使我想到拜登的时候，弗洛伊德事件，现在有米索达这个移民这个妇女这个被枪杀的事件。那我们讲这个外患哈，我们讲外患为什么要这样叫外患呢？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啊，我们人也一样，国家一样，其实有两个东西非常重要，但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这个人都一直在突破它，一个叫法律，一个叫道德。什么叫国际法？是大家定出来的，但是他说我是定义是由我来定的，我说什么是国际法就什么国际法，这完全没有法律基础了。第二个呢，道德观，我相信现在一个一个跳出来讲话都跟道德有关。你不管是法国、德国那些小国，他怎么敢讲呢？他一个帮派里面他有层级之分啊，小弟们他不敢讲话的，他就大哥发声就好。这里面当英国不发声，因为英国也比较特殊啦，他跟美国关系以及他也不是欧盟国嘛，他也脱欧了，甚至欧元都不使用。好，我先不说这些东西，我要讲的是说，他今天要并格陵兰难不难？太容易了，讲不然他有军事在那边，格陵兰不过58000人，这么小的地方，整个台北市只有一个人，他4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一个人，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只有5万多人。那么冷，靠近北约，如果地图放大放平的，看起来比美国还大，你知道？当然它没有美国大，只有美国1/4。现在一个重点就是他拿不来，他为什么要拿？稀土嘛，他一上任就看到了，他自己产180万吨，格陵兰50万吨，他早就觊觎他，早就想拿了。当加拿大有80万吨，当加拿大要拿加拿大的理由很多啦。当他能够拿它变成51州，那美国可能就更稳了。不管是各种这个理由都有。我现在讲拿下加拿大也不难，你看卡利当时抵抗他的关税多么的抵触，最后是不是也是臣服了？因为美国力量真的很厉害，他就3个霸嘛，霸权十足，霸道行径，霸凌其他的国家。我先讲一下，世界上有一个叫做联合国，联合国做什么？维护各国的主权。刚刚一直提主权，不管大小国家都要维护，但是唯有在主权平等、互不干涉之下，小国才能生存。讲不完谁来维护？以前大家认为这个有军事、有美元来维护都算了，我们就有你美元，有你军事保护。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叫正义，还有一个东西叫道德。我刚刚讲到，我跟你讲，正义还有要让人家信任，这个东西这样一下子瓦解了。小国还是不敢说，他要找替代品，就是你讲的，他会不会绕道去找别的地方释出善意呢？不管是小国，甚至欧洲这些国家，他已经对美国已经没有信任了。这时候他是不是要找一个保护的替代品？因为看起来中国就是唯一能够可能未来跟美国抗衡的，不管在军事科技，但是有没有强到这样，我们不知道。就他要找到未来的替代这个保护的这个护主呢，必须要强而有力的一个基石。所以呢，你必须让这个小国认为长期可靠。目前呢，我们知道世界上你不可能啊，好像说历史从以前就这样，中立是不可行的啦。我们虽然允之绝中，我跟你讲，你互不得罪，最后就会受伤。你一定最后押宝，以前押美国，就会发觉押错了。我跟你讲，未来就会慢慢押过去。就你刚刚讲的这件事件，从这一次的跨国这个元首绑架事件，你看到这个人为的黑天鹅会造成全球真的，我们讲小国一定会，只是不敢发，一定会向中国靠齐。但是加拿大。这个欧洲它有不太一样的肤色和人种，还有它的历史渊源，但是在道德法律之下，我觉得商炮就像2战一样，讲嘛，俄国是跟这其他国家一起打德国的，这个是有机会慢慢靠过去。只要中国一直忍，一直释出善意，一直用其他友邦，不管在军事或者贸易上，尽量做自由贸易或者军事合作，我讲美国就被出局了。这次美国委内瑞拉事情，其实也让大家再次的看到，在国际上的现实啊，就是比谁的拳头大。而且如果刚刚听到那个聂老师的分析啊，确实感觉蛮悲哀的。如果连美国都带头不遵守国际法的话，那其他的国家需要遵守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